我们生活在动漫的世界里，当电车驶入大海，当无人机飞越抹茶山，当夕阳洒落在海边小鱼屋，我时常会恍惚，分不清这到底是动漫还是现实。我们接下来要去这次旅程中的第一个离岛了，它叫做青岛。上面有一个那种长满了藤蔓的废墟，而且有特别多小猫。我们刚刚船还没着岸，我就看到已经有猫猫在这里看这船运来了它的仆人们。看这里是什么地方，然后再把画面往左移，就移到了一条乡间小路。哎，上面猫猫们在睡觉。猫猫们都很安静地生活在这个岛上。咪咪，他们好像知道有人会上船、下船，然后所以就会在港口等着。岛上一共有200多只猫。大家好，我是小螃蟹。林斯拍猫肯定没有拍得好。这边好多废墟，你看这都房子上都长满了这个植物藤蔓。我们现在要去一个他们上个世纪废弃的一个中学校。这就到了，现在是围上绳子不能进了。哇，很有历史感，1960几年。我们先从地面的视角看，这个学校的风景是这样的。接下来用无人机飞起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内部已经无法安全进入，所以我们用无人机的视角来看看这座废弃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学校变成了怎样的样貌。长满了青苔，好多都被这个树给吃掉了，怎么说呢？就我们看过那种很多的灾难片，在人类比如说消亡，或者说因为什么灾难离开了一块地方之后留下来的这些建筑，它慢慢的会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我觉得这个学校就是这样的一个缩影。大家看啊，现在在用长焦看青岛的港口，其实它真的是个很小很小的岛，就这么点房子，也没什么路。虽然现在有点逆光，但是我想拍一个当初这里还有人的时候，他们在教学楼上看出去的风景是什么样的。这是一座很小很小的岛，只有0.49平方公里。据说以前是一座无人岛，被用来养马。后来九州地区的人在这边捕捞到了大量的沙丁鱼，于是陆续开始有人在这里定居。1942年人口一度达到了800多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现在岛上只有3-5户人口，而且都是老年人。这所古老的中学校早在1966年的时候就废弃了，距今已经57年。岛上生活着100多只猫，也叫猫岛。每天只有2班船抵达这里，但也许再过个几十年，船舶会停航，这里就彻底成为一座无人岛了。人类生活过的痕迹会遗留下来，就像这座废弃中学校一样，最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青岛。给大家看一看现在这边的云海，哇塞，我这还没到呢。现在我看我们的海拔现在只有700多米，但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在酒店就看到有好大的雾气，窗户里面什么都看不到。然后没有想到稍微往高开一点点，居然就是云海，太夸张了。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边就是阿苏山那边的
山峰，然后这是我随便路上找了一个停车场。我是打算今天去爬一下的，但是没有想到还是起晚了。不过人也不要总是有遗憾，什么样的这个时间来就好好享受它当下的景色嘛。应该是因为这边的植被很多，而且昨天下过雨，刚好现在夏天呢，它阳光早上出来比较强。也不知道谁在这放了瓶水，然后打算坐在这边，然后飞一个无人机啊。这次带了最新的 Air 3，还是双镜头的，所以打算一边吃个早饭，一边飞个飞机，欣赏一下云海。起飞。这就是我们现在停车场所在的位置，后面全是云海。这个地方有这么高吗？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边，快速切换一下镜头。我用 Air 3的70毫米镜头，把抹茶山和云海压缩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飞了好久好久好久，这个电池太持久了。严重低电压警报。这个背景太假了，我也想这么说。这个云海可能还会再持续1到2个小时，因为这边湿气太多了啊。悠哉的吃了个面包，喝了杯饮料，马上准备继续去阿苏火山口那边了。其实从最开始留学到现在，日本已经8年多了，但是从来没有来过九州这里，所以这边对我来说是一个未知的秘境。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阿苏火山口看一看。我的乖乖，无敌了！我又往上开了一点点，来到了草千里之滨。这里是好久之前在426的视频里见过的地方，当时就特别一直想来。这样吧，先卖个关子，我们先看这一边。这里像天空的道路一般。刚刚我应该是在那个下面那一块，那个山刚航拍的有印象吗？然后现在开上来了一点。如果说把镜头伸远，只去看这一块地方的话，像不像那个塞尔达游戏里边边境的那个感觉？阿苏这片土地太神奇了，夏天好像也能经常见到云海。后来我才知道，能在阿苏看到云海是一件本地人都会觉得很幸运的事。旁边的老爷跟我搭话，送了我一个橘子，跟我说让我好好感受一下九州。他现在要走了，拜拜。刚刚我本来正在拍照嘛，然后突然就过来一个老爷跟我搭话，说：“哎呀，这吉姆尼我好想买啊，当年，但是因为要等车1年半，所以他就换了刚刚的那辆哈斯拉，然后就很感慨，然后我们就交流了一下双方车的这种驾驶感受啊什么的，就聊了好多，人太好了。然后最后走的时候送了我一个橘子，真的好吃。其实到了日本的乡下，就更能感受到和东京的节奏很不一样，大家都特别悠闲。像刚刚那个应该说是爷爷了吧，
他之前就在东京工作过5年的时间，那是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了。然后之后呢，他就搬回了九州，回到他的老家熊本，也就是这个地方。还是这边能够治愈他的内心。还没给你们看呢，这个另一边，我天，准备好了吗？大家不要太震惊啊！我刚刚跟老爷爷说，阿苏山是人这一辈子必须要来一次的地方，太漂亮了哇！而且这个点这里也没有人，还这么凉快，简直是天堂。我们现在去稍微爬一下这个火山了。正常来说，火山口还有个更近的停车场，但是没开，到8点半才开，现在才8点钟。虽然有可能到了8点半，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迫不及待想早点进去。我现在到了这个登山口，然后我应该是要到这里去，就能离火山口最近了。虽然这么一看，好像快到他开门的时间了，可以开车上来了，但是我还是想走一走，慢慢欣赏一下。现在正在听大自然的音乐。我要去的应该是这个地方吧，不需要太久就可以到。好吧，一起看一看。哦，这个里面就是火山口的湖，这里应该有很强的酸性吧。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稍微在冒有烟的。等待会儿用无人机飞起来的话，应该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有没有发现这边有很多像是堡垒一样的东西？我怀疑这个是在火山真的是会有危险的喷发的时候啊，或者掉石头，可以在里面躲着，是这种感觉吧？果然哦，这个是退避壕，它这里写了。然后在这个附近的展望台，就是最近就到这儿了。然后再要么就是爬到那边的山上去，从那个上面看下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到了这边的山顶，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正在火山口的旁边观察了它。现在我们到了更高的山上，我也准备好了我的飞机。我又想放一首歌了，这个真的超合适的。下到山坳里了，往上爬。我找到了这个绝佳的展望台，一边欣赏火山，一边吃午饭，然后第一次尝试了 L3的大师镜头。同样的地方，不同的时间，
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风景。我们在日落前第2次到访这里，因为火山变得活跃了起来，所以周围1公里之内都无法靠近，索性就直接用无人机拍下了这个谁也没见过的阿苏火山。白天的阿苏像是动漫一样梦幻，而到了晚上却呈现出深沉的电影感一样的风景。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平地的视角，但当我们飞到天上，就会看到这个世界的另一种样貌。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但总有一些瞬间让你恍惚中觉得这个世界并不真实，美得像动漫。这一刻，动漫即现实。